承欢季开分 6.4， 一星二星差评率高达 30%， 全赖杨紫，原因好无奈。作为开年第一部公认爆款剧，《与凤航》在播期间未有敌手，一经上线便将《花间令》《烈焰》等剧秒得连渣都不剩。承欢季却不走寻常路，选择在《与凤航》播出到后半段时上线开播，无论是收视率还是讨论度表现都非常优异，杨紫抗拒能力可见一斑。众所周知，杨紫作为童星，在凭借《家有儿女》走红后，并没有继续在娱乐圈捞金，而是读大学深造。但是当她大学毕业再回娱乐圈时，却被告知长得不够漂亮，并不适合娱乐圈，一度无戏可拍。但是凭借持续努力，从配角到主角，最终凭借《欢乐颂》重回大众视野。而后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亲爱的热爱的长相思，杨紫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爆剧，人气飙升的同时，演技也在稳步提升。这次主演的《承欢季》不再是以爱情为主线的偶像剧，里面穿插了亲情和友情，不仅聚焦了普通家庭母女的真实相处，也体现了女性的成长，非常具有现实意义。截至目前，《承欢季》已经更新过半，杨紫饰演的麦承欢如愿收获爱情的同时，与母亲的矛盾也彻底暴露，母女俩在争吵中成长，相信最后势必会理解彼此。平心而论，《承欢季》剧本扎实，全员演技在线，收视率和热度都非常高，应该算是近期比较优质的剧。但4月22日，《承欢季》正式开分，豆瓣评分仅有 6.4， 该消息一出瞬间登上热搜，剧粉一致觉得这个打分低了，《承欢季》至少应该在7分以上。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到，《承欢季》截至目前总共有超9万人对其打分，其中5星好评率仅有 22%， 但是4星、5星差评却高达 33%。而通过评论区可以看到，很多打1星差评的均是针对杨紫的，不是说杨紫的演技差，就是吐槽杨紫又演中年古偶剧，将矛头全部对准了杨紫。显然，会受到如此多的差评，杨紫责无旁贷。但是所谓人红是非多，《承欢季》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如此多的差评了。按照杨紫粉丝的说法，很多人为了黑而黑，在没有看过剧的情况下，直接打1星，导致《承欢季》的评分仅有 6.4， 差评率却高达 30%， 明显是被黑了。就连杨紫大爆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评分也仅有 6.6， 评论区差评如潮，很多人打分不是看剧，是只要看杨紫就打低分，原因很无奈。由此可见，杨紫身为90花 TOP 有人气，但是也有不少黑粉，但是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个人，就恶意刷差评，抹黑一部好作品，让剧组这么多人的努力付诸东流，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有句话说，叫赌什么都赌不上别人的嘴，就因为是流量小花就如此多恶评，简直不要太无奈。最后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从长相思到承欢季，杨紫演技的进步肉眼可见，即便有人故意差评，但是看过剧的观众心里都有一杆秤，杨紫的表现怎么样，大家也是清楚的。与其故意拉低别人，不如好好努力提升自己，实力对演员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觉得杨紫在承欢季的表现怎么样？